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在北顿涅茨克的争夺已经基本结束。随着乌军撤出该城，俄乌双方又在利西昌斯克展开激战。此外，俄军战略轰炸机近日罕见地从白俄罗斯领空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俄总统普京还许诺将向白俄罗斯提供具备核能力的战术导弹，此举也引发外界对于白俄罗斯会否加入战局的猜测。自从乌军撤出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市成为目前乌方在卢甘斯克地区控制的唯一一座城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顺利推进，乌军在利西昌斯克作战方向已失去控制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继续集中主力部队，正试图从利西昌斯克市南部和西南方向包围乌克兰守军。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损失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根据英国天空新闻台的报道，乌军驻扎在北顿涅茨克以南的海军陆战队是乌军精锐，该部队已有80%的军人伤亡。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попытки перехва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ысокоточных ракет зенит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размещенными в городе. Украинскими расчетами зенитно-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300 и Буком-1 было применено более 10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сопряжения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в городских кварталах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комплексов ПВО и ради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две зенитные ракеты С-300 были сбиты в воздухе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укам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дна из сбитых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 упала на жилой дом. 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一报道，当天下午3时50分，乌克兰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一家购物中心遭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周二表示，根据初步数据，俄罗斯用2枚导弹击中了克列缅丘格，其中1枚击中了购物中心，另1枚击中了该市的体育场。俄方表示，这一购物中心实际上是被用于存放军事装备。那么您认为现阶段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事的追求目标是什么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探讨这个问题，针对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作战目标本质是什么？种种迹象看，当无法改变乌克兰精英们脱俄入欧的趋势后，俄罗斯决心至少要控制或者摧毁乌克兰工业精华地带，让它在美国和北约面前失去大部分价值。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3594家重工业企业，职工140万，尤其是以冶金、动力、汽车、航空航天为最。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俄乌产业合作，在克里米亚危机后被切断了，不仅让乌克兰企业失去了最大的客户，也让俄罗斯搞进口替代困难重重。乌克兰的媒体就注意到，冲突爆发4个月里，俄军的去军事化行动有强烈的工业特征。如果碰到像亚速钢铁厂这样既与俄厂商竞争且不具有技术唯一性的企业，那就毫不留情的摧毁。如果是与俄企有配套关系，而且短期无法替代的乌企，则采取搬迁或者技术转移来对待。比如说比尔江斯克的亚速电缆公司，它就长期为俄海军舰艇提供通信电缆、海缆、高频电线等等。再比如对俄持友好态度的乌企，并能直接支援作战的话，那就由俄方提供原料和订单，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计划。比如负责维修战损坦克的卢甘斯克铁路机车厂。客观上，俄罗斯正复制苏联时代的思维，那就是遭到战略合围时，确保绝对的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当西方企图利用原苏联国家来威胁俄罗斯的时候，就像俄专家所说，如果乌克兰进行一个彻底的去俄化的话，那么俄罗斯就要先给他来一个去工业化。